最后，我小象，欢迎收看小象爱出门。好的，这集应该算是为了特定的朋友们做的一集，但是我觉得应该很多人会想知道，所以我们这集要分享给大家，就是我们在做试管婴儿这部分到底花了多少钱。前情提要先跟大家说明一下，我们没有办法把所有真的很 detail 的药物药品全部细项列出来，那你们可以依照你们自己本身的需求，因为每个人状况不一样嘛，可能会需要这个疗程，有些人可能不需要，那你们可以去做评估。好，那我们就先进入第一个阶段，以动胚胎开始。我这边是稍稍的估，大概是40万左右。哦，这个是占最多的吧？对，但后面还有很多钱，但基本上我们应该是有超过一点点啊。院方是跟我们说大概是这个价钱，包含了比如说我们之前一开始有做的夫妻的基因检测，要进入疗程前我们就做了基因检测，对，然后基因检测的话，一个人是3万块，所以老谢3万，我3万。那这个的部分的话，我会建议大家，如果你真的有在考虑在做植入前，你想要先去看一下双方有没有那个带源基因的话，你可以先做一个人就好了。像比如说老谢他先做，然后如果他有一些就是比较常见的，对，就是那几10%啊，或是那种几1%的这种，这种基因的话，那再考虑妈妈也去做。这边呢，我附上了一张图给大家看，这个是院方他们在网络上公开大致上的各个费用的细节表，所以大家可以参照上面的所有价格去做评估。那我这边大概说一下 AMH 检测，然后还有老谢的基因分析。在老谢动精之前，他有一次基因分析，不是那个报告非常凄惨嘛？对，那个就是基因分析。你那个才500块。哦，好便宜哦。对啊，便宜到根本没有注意到这个价钱，因为你根本没出过啊。照超音波啊，或是一些排卵针，依照每一个人的状态可能会有不一样，针剂药品等等的费用都不一样，所以它的 range 非常大。其实我当初也没想到我后面医疗费会这么高，是因为我后续跟你们讲，就是真的有发生一些问题。再来还有子宫镜检查，我也是在第一次植入前我才去做子宫镜检查，就是切息肉那个。对，我原本一开始没有想到我会多这一笔费用，然后再加上还有取卵的手术。取卵的这部分的话，大家可以放心，因为女生其实都有取卵的补助，就是冻卵的补助，所以无论你是有没有要做试管婴儿，或者你真的是纯粹你单身，你想要冻卵的话，其实这都补助可以申请，大概是落在10到13万。这个不是进入试管咯，这是走冻卵、取卵等等那部分的疗程。那补助的部分的话，你们可以网络上申请，我记得还补助蛮多的。那这个有包含冷冻的时间吗？冷冻的话，1年6000块啊。但我们的冷冻是蛮长的，我们是胚胎冷冻10年，然后它的精子冷冻1年，我的卵子冷冻1年。这40万里面，刚刚我说的那些所有细项嘛，除了夫妻的基因检测6万块，做那个第4代试管，就是你取卵取精全部弄出来的 combine 在一起。所以依照每一个人的年龄层会有不同的补助，比如说什么39岁啊以下，你申请最高可以到15万左右。这张图上面就有写几岁到几岁，然后补助多少，然后你们也都可以在ChatGPT 上面直接问。最后你要冻胚胎前全部都结合了吗？然后我们不是最后成功的是6个胚胎，就是发展的还不错那6个胚胎，然后我们这6个就拿送去做 PGT-A， 我们是2万块，然后总共做了6颗基因检测，然后总共是12万。耶！中间呢，我要跟大家介绍一下，就是经过这么多的疗程，那我都是现在怎么补充我自己本身的营养。前面有讲说我都会喝高蛋白嘛，但你当然不能只喝高蛋白，我除了吃好在乎的其他保健品，还有我自己有在吃的一些滴啊什么东西，反正很多东西之外呢，我还有用喝的新月的补铁燕窝饮跟这个苹果洋葱汁，好可爱哦！在我第1次植入后，我就开始有在喝，因为我知道我缺铁。所有孕妈咪应该都有遇到这个问题，但你又不敢喝太多甜，因为你喝了之后会怎样？便秘。我原本没有要团它，因为我就觉得没兴趣，但是后来等我怀孕的时候发现，我不能不喝，所以我一喝之后就觉得，很好喝，而且它是专利的亚氨酸亚铁，它不会便秘。讲到这个，很多妈妈应该都会开心的吧？因为你就是铁喝太多，很容易就是可能会让大便屙不出来。我告诉你，我每天都很顺，虽然我痔疮，但是我每天都很顺。我要先跟大家说清楚，太详细了，就这样1包。可是我不缺铁，可以喝吗？这个就是你气色不好的时候都可以喝，因为有些人可能就是血都很脏啊，像你血应该很脏吧，都没在抽血的。其实女生会比较需要啦，是因为女生每个月都会换血。可我在流鼻血。它很好喝，好喝它是一个就是比如说你要备孕女生，或是你已经怀孕了，会觉得很疲惫的话，你就可以喝这个。像我就是这几天都会喝它，就可以减少我的疲惫感。这好喝吧？好喝。这里面呢还有加叶酸跟维生素 B12。
然后还有燕窝，所以整个就是非常适合女生喝。你无论有没有怀孕，你都应该要喝。有加燕窝？这个的话，其实我前面是没有什么太常在喝，那为什么我现在喝？因为痔疮。看你真的超没水准，因为我现在只喝苹果汁。哎，什么超没水准啊？帮你买一堆苹果汁拿出来给大家看啊！因为我现在只喝苹果汁，我就跟仙女讲说我要喝苹果汁，他还给我买了一堆苹果汁出来。苹果汁富翁啊，一堆苹果汁。因为它是苹果多酚加上紫洋葱，就是女生适合喝之外，这个是小朋友也超适合。它一包里面有25颗苹果精华，全家大小都可以喝，而且里面有维生素 C， 它就是用喝的。因为小朋友不是不喜欢吃那种颗粒的东西嘛。然后为什么会有一个冰水呢？因为我像无论是苹果汁，我也要喝冰的。适合360个月大的小朋友吗？可以啊，超香！这个小朋友没有洋葱味。啊，它真的好好喝，但我不建议你一天喝超过1包，你就是1天1包就好了，就是跟吃其他保健品一样，不要吃超过，超量没有用。好香哦，还有那种小时候我们喝那个苹果牛奶的味道哎。哪有啦？阿萨姆苹果奶茶，你有没有喝过？但是它没有牛奶的味道。对，苹果奶茶也没有牛奶味道。阿萨姆苹果奶茶那个香味没有，我没喝过。我会喝它是因为我现在只喝苹果汁。我是很推大家真的很需要补的，就是这个补 K 的啦。下方资讯栏都有团购链接，可以点进去哦。好喝又健康。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下一个，就是比较应该说有几项是我们就是额外不小心多出来的费用啦。对，我们有做子宫内膜3合1检查，因为我这次第一次试管疗程的时候做的是 ERA， 就是药物周期的。所以我们在进入这个周期之前，我们会前几个月先做一次周期，来去看一下你的月经稳不稳，周期稳不稳，排卵时间在什么时候，就是模拟啊，就模拟它。所以这个部分呢，子宫内膜3合1检查是5万块，然后它里面包含 ERA、A 码跟 IRIS。ERA 是看你的着床时间，就是找最佳植入时间。那 A 码的话是子宫菌，就是看你里面的那个菌种好不好这样。然后 IRIS 是慢性子宫内膜炎，就看你里面有没有些细菌感染。反正这个是子宫内膜3合1检查，就是在做这个检查之后，就是不小心我又多了一笔费用。等下一波就是月经来，还有一段时间，莫名其妙它突然出血了。然后我想说发生什么事，然后后来之后我人在国外，然后赶快跟医院他们讲，医院就说这不太正常，就是要回医院那边照子宫镜。照完那不得了了，更多费用。出来又出现了一个必须也一定要做的费用，我们要冷刀处理。我们离我们第一次要植入14月的时候的时间已经非常逼近，然后那时候是2月、3月的时候发现，然后马上你要做雷射手术，你就只能选冷刀，因为你恢复时间是最短，你下个月就可以植入了。所以那时候我们光是做冷刀切除手术4万5，然后再加上可吸收防粘粘胶是1万05。这个部分的话，可以依照你自己的保险去做理赔。那这个部分呢，就是我们做的内膜检查、ERA 子宫镜检查，我就大概抓一下，我们大概就是额外又花了大概8万块左右不等。所以还有一些药啊、剂啊吧，一堆东西。Anyway， 反正就大概这样子。接下来后面就比较简单一点了啦，后面比较没有那么复杂。第2次植入前到植入成功后的第10周产检，我们总共花了大概36万。这里面呢，因为我们还有包含 PRP， 就大家可以先把我们做的过程全部列出来，你再评估你们要不要去花这笔钱。第一次试管对外的费用大概就是25万左右，然后这25万左右你可以申请补助，最高补助我刚刚有说在15万嘛，所以说其实大概自费就10几万。第一次植入失败了。好，这失败之后呢，我们中间又做了什么东西呢 ？PRP， 他就去抽血，然后把你的血拿去做离心，打到子宫里面，它会让你的子宫内膜比较自然的增厚。PRP 的费用是4万块，还蛮贵的哦，所以大家可以决定要不要做这个东西。因为我知道有一些妈妈，她们没有办法顺利着床的原因，是因为子宫内膜不够厚。第2次要改为自然周期了，所以我们没办法靠药物去增厚我们的子宫了，我们才决定用 PRP， 然后去让我们的子宫内膜可以快速的，就是让它长大这样。那在这个之外呢，这又是另外一笔费用了，所以说大家可以评估一下哦。第2次植入前，我们还做了一项检查，免疫测试。那我大概网络上去看了一下，价钱是落在2万到3万5不等，就是看你要检查哪一些项目。其实这个不是很多人有在做啦，除非你流产很多次，才会建议你去做这个事情。因为医生当时也有说，其实免疫的几率很低。或许真的是因为你到了第6周以后，自体细胞会攻击，或是你身上有一些数据没有达到标准值，那它可能就会小 baby 就会流掉这样子。所以那时候我们完全不知道我们第1次为什么会失败，因为我的第1次所有数据是 perfect。
胚胎没问题，身体没问题 ，ERA 没问题，全部都没问题，完全 perfect。所以我们就是做足了所有方式，我们连免疫都做了。对，什么可以做的都给他做一遍。但是我觉得还是主要听医生的意见。当然，我相信有很多人会说，我胚胎很珍贵，我没有办法每一次都这样子，好像就是看风险很大，不知道会不会成功。那我宁愿全做，那你就做吧。会这样，因为我知道有一些妈妈，她们可能成功的胚胎只有可能2到3个，那要再取卵根本不容易了。是我那时候第一次失败，确实我们在网络上发失败的时候，下面有非常多的妈妈跟我们说她们有免疫问题。那我检测出来，我确实也有2个有问题，然后这2个问题就让我打了这么多的针。但我不能不做啊！我为了要保障我宝宝留下来，如果我不做这个，或许他可能6周7周，他就可以被我的免疫抗体这样子攻击耶。但是我就是要跟大家说，真的有太多钱是没办法算清楚。比如说我不知道打了多少，你知道要怎么计算？然后还有药、益生菌、大白球、免疫检查的一些药品，然后安胎药用、免疫用的、出国备药，因为我常出国，我出国备药超多，然后还有什么止血药等等一大堆东西，所以真的没有办法写太清楚。就是这些钱真的是太大太广了，就只能讲一个大概啊。对，好，那大概是这个样子。那这边跟大家分享一下，38岁以下，就是如果你想要领政府的试管补助的话，你只能植入一颗胚胎。那如果你要植入2个的话，就这个疗程就不能申请补助。那如果你是38岁以上的话，你植入2个胚胎也还是可以申请补助。这个是2026年4月1号实施的不孕症试管婴儿补助3.0。那因为我自己本身植入2个嘛，那这也就是跟医院院方有讨论的结果。那我们是没有申请补助的，所以说这个大家可以评估一下。植入2个对于医院还是对于妈妈都是一个风险嘛，因为会怀双胞胎，生产的风险就比较大，然后肚子也会变得很大。对，所以后来我们就只有留下1个，我们也是突然瞬间觉得好像也可以啊，其实比较安心一点。对，比较安心一点。好，以上呢，我们总共这边评估下来，我们花费的价钱是落在90到100，也太多了吧？90到100，对，差不多，就是前面的40万加8万加36万，然后再加上我们的子宫镜人道888，大概是90到100左右。但可以说我们这次是植入2次的钱。对，植入2次的钱，如果是1次的话，大概是落在50-60左右。我们身边有其他朋友也是做试管婴儿啦，所以确实，如果植入1次，确实差不多也都是落在40-50-50-60左右。所以大概让大家了解一下，这条路也要花蛮多钱。那还好啦，就是政府那边还是会稍微给一些补助，多少补助一点点。好，以上呢就是分享给大家，就是我们做试管婴儿这部分做的花费。好，那如果有什么其他要问的话，下方资讯栏可以问我们，然后我们再帮大家回答。因为我觉得这个东西真的太深了，它有太多东西是没有办法一次讲清楚。我相信其他人有做，他们也没有办法把那个细项写太清楚。还有什么挂诊费啊，什么干嘛之类一大堆，太细了，没办法写。太细了，然后那个太多了，很多变音。愿意走上这条路的人，你都是真的很勇敢的人。就是生小孩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，怀孕也是。各位准妈妈辛苦了，等生完之后会开始更辛苦。你既然不是要说准爸爸，要多体谅准妈妈。我现在是肚子胀气，痔疮又痛，然后只有他可以在那边晃来晃去，很开心，看着就很爽。那就分享给大家，喜欢小杨姐按赞订阅分享，开下见，拜拜。She might feel the same, get out there, get your shit together.